我把预制菜带到了古代，皇帝吃了预制的梅菜扣肉，当即龙颜大悦，赏我200两黄金。公主吃了预制的鱼香肉丝，立刻大叫着要以身相许。就连结婚多年的皇太后，只是吃了一口预制的徐州烧烤，就要把号令100万大军的虎符送给我，而我反手就把虎符带到现代，换了2000万现金，靠5元成本的预制菜，一跃成为千万富翁。就在几天前，我还是个刚毕业的穷小子，大学毕业，同学都忙着找工作，林州却继承了爷爷的负资产。这家位于城中村的小吃店，店名叫林记，可爷爷走得急，啥手艺都没传下来。林州又不会做饭，打算把店卖了。此时林州肚子有些饿，正打算泡碗泡面吃。这个点谁会来？一个穿着一身灰扑扑的古代长袍的老人走了进来。难道附近有剧组在拍戏？大爷，有事吗？店家可还有吃食？他的口音有些奇怪，带着一种文绉绉的腔调。林州更确定了自己的猜测，8成是哪个剧组跑出来的群演，饿坏了。他回头看了看自己的泡面，吃的倒是还有一点。大爷，您要不嫌弃，就先吃这个垫垫肚子吧。老人似乎真的饿极了，拿起林州递过去的叉子，笨拙地插起一小撮面，面条入口，老人整个人都定住。妙啊！此物何名？竟如此鲜香爽滑，汤汁浓郁，回味无穷。林州被他这夸张的反应搞得一愣，一碗泡面而已，至于吗？这叫方便面。方便面。店家，此面价值几何？大爷，一碗泡面而已，不要钱，您吃饱就行。这老人家演戏还真入戏，连台词都一套一套的。不可，食客吃饭，店家收钱，天经地义，岂能白食？他说着，从宽大的袖子里摸索了半天，最后掏出2枚黑乎乎的铜钱，郑重地放在桌上。林州看着那2枚古朴的铜钱，有些哭笑不得。这剧组道具还挺逼真。林州拿起桌上的铜钱，掂了掂，沉甸甸的。林州心里一动，他虽然不懂古玩，但也能看出来这2枚铜钱很有质感。一个念头忽然冒了出来，要不去鉴定一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城中村外不远就有一家古玩店，揣着2枚铜钱，抱着一丝看热闹的心态走了进去。一个老师傅正坐在柜台，老板，帮忙看看这个。老师傅放下茶杯，拿起其中1枚铜钱看了看，慢条斯理地说道：“是真品，哪来的？”林州压下内心的震惊，随口胡诌道：“祖上传下来的。”老板也见怪不怪了，毕竟这种铜钱还是很常见的。林州回到小吃店，攥着那2枚滚烫的铜钱，脑子里乱成一锅粥。古装老人对泡面的夸张反应，一个荒诞的念头从心底疯长出来：难道自己的店一到晚上就能穿越到古代？这要是真能穿越，把现代的玩意儿卖到古代去，再把古代的古董倒腾到现代来，这不比上班强？这不比卖店强？简直是躺着印钞啊！冷静，冷静，万一是巧合呢？说不定那老头就是个深藏不露的古币收藏家，就喜欢穿着戏服体验生活，吃碗泡面顺手给了俩真家伙当小费。这解释很合理。今晚必须再试一次。林州在店里来回踱步，神情焦急，时不时拿出铜钱查看。怎么白天时间过得这么慢？今晚快点来吧！这铜钱到底是不是真的穿越凭证？今晚一定要弄清楚。林州坐在电脑前搜索把泡面卖到古代能赚多少钱，看到网友沙雕回复，无奈摇头。谢药，人在大唐，刚下时光机。首先你得解决语言问题，不然人家当你西域来的傻子。楼主，你格局小了，卖什么泡面？直接卖玻璃杯，李白见了都得给你写首《将进酒》。有没有一种可能，你过去就被当成奸细给嘎了？林州准备好泡面，等待古人出现。从10点半等到11点都没人，他失望的准备吃面时，门开了，出现一个古装男子，穿着一身灰扑扑的短打劲装，背上背着一把用布条裹得严严实实的长条物，头发束在脑后。又来一个，还换人了。店家，你这里还开着？林州压下内心的震惊和狂喜，面上一片平静。开着呢，吃点什么？就要那个。哪个？就是那个闻着很香的那个。哦，你说面啊？行，等着。林州转身又从柜台下摸出一包珍藏的老坛酸菜面，手法娴熟的拆包、放料、冲水。3分钟后，一碗崭新的、散发着销魂酸爽气息的泡面被放在了年轻人面前。吃吧。酸、辣、鲜、香，这是什么神仙之事？年轻人风卷残云，3下5除2就把一碗面连汤带水喝了个底朝天，连一滴汤都没剩下，打了个满足的饱嗝，脸上露出幸福表情。店家多少钱？一碗面而已，谈什么钱？那怎么行？我辈江湖儿女岂能吃霸王餐？年轻人从怀里掏出1块碎银子，放在桌上。都说了不要钱，看你也是个赶路的，不容易。店家，你若不要钱，我……年轻人解下背后的长条包裹，小心翼翼放在桌上。店家，我身上盘缠不多，这块银子是我最后的钱了。我这里有一样东西，本是我吃饭的家伙，但今日得店家一饭之恩，无以为报。若店家不嫌弃，可否用此物抵账？你这是？此件名曰听雨乃仙师所赐，削铁如泥，今日便赠与店家，以谢一饭之恩。一把剑而已，我这里不收这些打打杀杀的东西，你还是把你的银子收好，剑也带走吧。前辈高风亮节，晚辈佩服，这碗面的恩情，晚辈记下了。他日若有机会，定当涌泉相报。年轻人收起宝剑，又把那块碎银子放在桌上，然后抱拳，大步流星的消失在了夜色里。林州等年轻人背影彻底看不见，嗖的一下从椅子上弹起来，一把抓过桌上的碎银子，放在嘴边用力咬了一口。哎呦我操，真他妈是银子，硬得很，发了，这回是真发了。那一晚，林州几乎没合眼，他把那块碎银子放在枕头边，隔一会儿就伸手摸一下，感受那冰凉坚硬的触感，生怕一觉醒来这只是一场发财梦。天刚蒙蒙亮，林州就从床上弹了起来，顶着2个硕大的黑眼圈，揣着银子直奔城中村外最大的一家金银首饰店，店老板是个大叔。
小伙子，这老东西哪儿来的？成色不错，是关注的文音，分量也足，1两3钱。按今天的行情，给你换500块钱。哦，家里老人留下来的，清东西的时候翻出来的。行吧。拿着手机上刚刚到账的500块，林州感觉自己走路都带风。500块不多，但它代表的意义完全不同。这证明那扇门背后的世界是真实不虚的提款机。不行，这环境配不上我世外高人的身份。万一再来个贵客，看到这油腻腻的桌子、掉漆的墙壁，岂不是掉了我的身价？得升级，必须升级。最关键的一步是他买了一面巨大的帘子，将小小的店铺隔成了内外2间，外面是待客区，后面则是他的神仙厨房。做完这一切，林州累得跟狗一样瘫在椅子上，但看着焕然一新的小店，心里那叫一个美。泡面虽然好，但格局还是小了。上次那个江湖大哥一看就不富裕，1块碎银子都是最后的盘缠。要想赚大钱，必须开发高端产品线。自热小火锅，这个可以有，一群古人围着一个自己会冒烟的锅子，那场面想想就带劲。午餐肉罐头，纯肉啊，在古代绝对是硬通货。还有这个梅菜扣肉预制菜，啧，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这不得把他们的舌头都掀掉。他越想越兴奋，仿佛已经看到无数的金银财宝在向他招手。他咬咬牙，把换来的500块钱加上自己仅剩的几百块生活费全都投了进去，精心挑选了一批古代特供高端食材。夜幕再次降临，林州坐在柜台后，他在等他的下一位有缘人。时间1分1秒过去，就在林州快要扛不住的时候，那扇木门又一次被推开。来人是个中年男人，一看就是久居上位的富贵之人。林州心头猛地一跳，我操，这派头，这穿着，绝对是个大客户。消息传得这么快，那个使剑的小哥嘴这么不严是吗？尽管内心已经开始盘算着能赚多少钱了，林州面上却依旧是那副古井无波的高人模样。他甚至没有起身。中年男人走到桌前，对着林州拱了拱手，姿态放得很低。店家有礼，在下姓王，从一位小友口中听闻，此地有世间难寻的仙石，特来叨扰，不知店家可否行个方便？还他妈真是那个小哥传出去的。不过这称呼仙石泡面什么时候有这么高级的名字了？开门做生意没什么方不方便的，想吃点什么？不瞒店家，来之前那位小友便说了，您这里的吃食皆是神来之笔，非我等凡人所能想象，所以吃什么但凭店家安排。他顿了顿，从袖中摸出一锭银子放在桌上，比之前那个年轻人的碎银子大了好几圈。至于这餐费，店家放心，王某身上别的没有，就是这黄白之物管够。好家伙，先付费后吃饭，还是个懂行的，这是在考验我啊！不能怂，今天必须把他镇住。林州瞥了一眼桌上的银子，没去碰，只是淡淡的嗯了一声，然后站起身，转身走进了帘子后面。帘子外，王富商好奇地看着帘子的方向，耳朵微微动了动，似乎想听清里面的动静。帘子后，林州迅速拉开小冰箱，从里面拿出顶级梅菜扣肉预制菜。1分钟后，叮的一声，加热完成。林州小心翼翼地取出滚烫的碗，将碗放在一个干净的托盘上，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表情，掀开帘子走了出去。当林州把那碗梅菜扣肉放在王富商面前时，王富商的眼睛瞬间就直了，那肉被炖得红亮通透，呈现出诱人的酱色。最要命的是那股霸道的香气，蛮横地钻进他的鼻孔。王富商只尝了一小口，整个人就僵在了原地，他的脸上露出一种近乎于痴迷的表情。此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这怎么可能？就算是御厨也做不出这等味道，神乎其技，当真是神乎其技啊！吃完，王富商长长的舒了一口气，靠在椅背上，脸上是前所未有的满足。他看着林州，眼神里充满了敬畏。店家，此等仙肴，可否让王某带走一些，价钱好商量。林州心里乐开了花，脸上却是一副为难的样子。他轻轻摇了摇头，此物制作耗时耗力，讲究天时地利，缺一不可，每日能成一份，已是侥幸。王富商脸上露出毫不掩饰的失望，但也没有强求，只是点了点头，似乎觉得这才是仙士该有的台面。他站起身，对着林州再次拱手，态度比来时更加恭敬。是王某唐突了。他没有收回桌上那锭银子，反而从袖中又摸出一样东西，轻轻放在桌上。那是一个金元宝，足有10两重。店家，这点心意不成敬意，还望收下。今日的尝仙肴3生有幸，日后王某会常来叨扰。整个店里只剩下林州和桌上那个金灿灿的元宝，他死死盯着那块金宝，猛地扑了过去，一把将金元宝抓在手里。那沉甸甸的感觉比昨晚的银子要震撼100倍。金子是金子啊！卧槽，老坛酸菜面换碎银子，梅菜扣肉换金元宝，这买卖能干，太能干了！老子要发了，我要成首富了！林州抱着金元宝在店里傻乐了足足有半个小时，那股子兴奋劲儿才稍微平复了点。他把金元宝藏起来，心里盘算着这玩意儿该怎么处理。续昨天的金店不行，碎银子好解释，这么大个金元宝还是古代关注的款式，拿过去不是等着被当成盗墓贼盘问吗？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放在桌上的破手机嗡嗡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动着他前女友的名字陈思雨。电话接通，那边传来一个刻意放的甜美的声音。喂，是林州吗？最近过得怎么样呀？有事说事。大学毕业，陈思雨嫌他没前途，果断踹了他。没过多久就跟班里那个小富二代周强走到了一起。现在打电话来，能有什么好事？
哎呀，还是老样子，一点都不会聊天。是这样啊，这周六晚上班长组织同学聚会，就在市中心的凯悦酒店，你可一定要来啊！林州本来想一口回绝，但余光瞥见了那个藏着金元宝的地方，一个计划猛上心头。为什么不去？以前是没资本，去了也是自取其辱，现在可不一样了。行啊，周六是吧？凯悦酒店，我会准时到。周强、陈思雨同学聚会，呵呵，来的正好，老子正愁这身本事没地方显摆呢。第二天一大早，林州用布把金元宝里3层外3层包好，塞进包里，然后直奔市里最大的黄金交易市场。林州钻进了一条小巷，找到一家不起眼小店。老板，收东西吗？拿出来看看。老板解开布，看到那个金元宝时，只是顿了一下，他没问来路，拿起一个高倍放大镜，仔细查看元宝上的戳记和包浆，又用电子秤称了重量。足金官造的分量是10两，按现在的克数算是500克整，上面的火耗和磨损可以忽略不计。今天的回收金价是560块1克，总共28万，要现金还是转账？林州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停滞了1秒，他强压着狂跳的心脏，故作镇定地掏出手机，转账吧。当手机收到那条银行到账28万元的短信时，林州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不真实了。他走出小巷，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老子有钱了，再也不是那个连房租都快交不起，守着个破店等死的林州了。林州的第一站来到了市中心最高端的恒隆商场，他的穿着和奢侈品橱窗格格不入，他径直走进一家世界顶级的名表店，一个穿着精致的女导购迎了上来，上上下下扫了林州一眼后，脸上职业性的微笑淡了许多，只剩下敷衍。先生，随便看看。说完，女导购就站到了一旁，连介绍的欲望都没有。林州也不在意，他早就料到会是这种场面。他的视线在一个玻璃柜台前停下，指着里面一块设计简约、表盘泛着深邃蓝光的手表，这块拿出来我看看。女导购懒洋洋地走过来，瞥了一眼那块表，嘴角勾起一抹几乎无法察觉的轻蔑。先生，这款是今年的新款，售价是12万8。女导购特意加重了12万8这几个字的发音，意思不言而喻。来了，经典剧情来了，电视剧里演的果然不假。林州没说话，只是又指了指手表，包起来。女导购愣住了，脸上的表情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先生，您说什么？我说包起来。林州从裤兜里掏出那张刚收到巨款的银行卡，刷卡。女导购的表情瞬间凝固，她看着那张普通的储蓄卡，又看了看林州那张平静的脸，一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旁边的店长显然更有眼力劲，一个箭步冲了过来，脸上堆满了热情的笑容，一把将那个发愣的女导购推到一边。先生您好，真有眼光，我马上给您包起来。随着 POS 机吐出长长的签购单，整个店里的气氛都变了。刚才还爱答不理的女导购，此刻端茶送水，一口一个先生，脸上的笑容谄媚的快要滴出蜜来。先生，您的表请拿好，欢迎下次光临。林州戴上那块崭新的手表，沉甸甸的质感从手腕传来，让他心里前所未有的踏实。他走出表店，身后传来店长恭敬的送别声。接下来，林州从头到脚进行了一场彻彻底底的改造。他购置了意大利手工定制的西装，质感一流的衬衫，擦得锃亮的牛津鞋，最后走进一家顶级发型设计沙龙，让总监给他剪了一个利落清爽的发型。当他重新站在镜子前时，看着那个穿着得体、气质沉稳、手腕上泛着金属光泽的男人，连他自己都感到了一丝陌生。钱果然是男人最好的医美。做完这一切，林州没有急着回家，而是在手机上租了一辆车，不是什么招摇的法拉利、兰博基尼，而是一辆黑色的奥迪8。低调，但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其不菲的价格。夜幕降临，林州开着车缓缓停在了凯悦酒店金碧辉煌的大门口。他整理了一下西装的袖口，让那块价值12万8的手表恰到好处的露出一角。然后他推开车门，迈步走向凯悦酒店牡丹厅。包厢的木门被林州单手推开，几十道视线齐刷刷的定在了门口。林州，有人不确定的喊了一声，打破了这诡异的寂静。操，这排场，哥们还以为走错片场，进什么发布会现场呢？包厢很大，装潢奢华，巨大的水晶吊灯下是一张能坐下20多人的大圆桌。今天这场聚会，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陈思雨化着精致的妆，正端着一杯红酒，手将在半空，脸上的笑容也凝固了。周强手腕上戴着一块明晃晃金表，正翘着二郎腿，一脸玩味的看着林州。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我们的大老板林州吗？怎么着，今天生意这么好，有空赏脸来参加同学聚会了？周强第一个怪笑起来，把大老板3个字咬得特别重。他这一开口，包厢里的气氛顿时活泛起来，不少人跟着附和的笑，但笑声里多少带了点干巴。你别太过分。啧，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啊！林州，你这身衣服不便宜吧？你那小破店拆迁了，赔了不少钱吧？来了，经典环节，电视剧诚不欺我。你说话呢，哑巴了。周强，你少说2句。陈思雨神色复杂的看着林州，印象里的他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 T 恤，带着点学生气的腼腆，虽然帅，但总归是穷酸的。可眼前的这个人从容沉稳，甚至带着一种他说不出来的压迫感，这种改变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怎么了？我关心老同学还不行啊？林州，不是我说你，男人嘛得有上进心，守这个破店有什么出息？你看我现在跟着我爸做生意，上个月刚提了辆宝马，我谢。人啊，得往前看，看到没？上个月去香港出差刚买的，好几万呢。包厢里响起一阵小小的惊呼和奉承。周强很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他得意的瞥了林州一眼，想从他脸上看到羡慕、嫉妒或者自卑，但他失望了。卧槽，周哥，你这块是僵尸丹顿，
纵横四海。什么玩意啊？讲什么呢？没听过？有我的金表牛逼吗？周哥，能让我看看吗？错不了，真的是纵横四海，今年的新款啊！到底什么表啊？让你激动成这样？什么表？世界3大顶级制表品牌之一，周强那个金劳，在这块表面前就是个弟弟。这款国内公价12.8万。整个包厢里响起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众人的视线在周强那块金光闪闪的劳力士和林州手腕上那抹蓝色之间来回移动，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周强那块原本看起来还挺气派的金表，此刻显得又土又俗，他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像是开了染坊。陈思雨的脸色更是精彩，他看着林州手腕上的表，再看看周强，心里那点因为选择周强而带来的优越感，在这一刻碎得稀里哗啦。他当初和林州分手，不就是嫌他穷，嫌他没前途，嫌他手这个破店自甘堕落吗？可现在这个他眼里的穷小子，随随便便就带着一块他想都不敢想的手表。哦，随便买来带着玩的。你他妈哪来这么多钱？你是不是干了什么犯法的事？周强，好了，都是同学，说什么呢？来，大家吃饭。这场闹剧总算暂时告一段落，但整个饭局的气氛已经彻底变了。原本围着周强阿谀奉承的人，此刻都变得有些疏远，反而有意无意的想跟林州搭话。周哥现在在哪发财啊？周哥，你这气质，一看就是做大事的人。林州对这些奉承一概不理，只是安静的吃着菜。他吃得很慢，很斯文。他发现，当你有钱了，你的一切行为在别人眼里都会被自动加上滤镜。你沉默，他们觉得你沉稳；你孤僻，他们觉得你高冷；你放个屁，他们可能都觉得带着一股上流社会的芬芳。聚会结束，众人陆陆续续的离开，林州也站起身，准备走人。林州，陈思雨追了出来，在酒店门口拦住了他。我们聊聊吧。林州看着他，这张曾经让他魂牵梦绕的脸，此刻在他看来却陌生的很。没什么好聊的。不是的，林州，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对，你听我解释，我当初都过去了。陈思雨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就在这时，一辆黑色的奥迪8L停在了酒店门口，车门打开，一个穿着西装的司机走下来，将车钥匙递给林州。先生，您的车。陈思雨彻底愣住了，他后悔了，他真的后悔了。如果当初没有分手，现在坐在副驾驶上的人是不是就是他？车窗缓缓降下，林州侧过头，以后别联系了。说完，他不再停留，一脚油门，黑色的轿车汇入车流，很快就消失在了璀璨的夜色里。爽，确实很爽，但也就那样了。他拿出手机，在搜索框里缓缓输入了几个字：速效救心丸，古代能卖吗？楼主疯了，你拿个小棕瓶过去，跟人说是仙丹，人家不把你当成炼丹的方式抓起来，就算好的了。能卖，绝对能卖。古代那些达官贵人，哪个没有点心悸气短的毛病？这玩意儿对他们来说就是真仙丹。问题是，你怎么让他们信你？我有一计，你别直接卖药，你开个医馆，号称神医，专治各种不治之症，然后等个大官犯病快死了，你再出手，一颗药下去，起死回生，到时候金山银山还不是随便你开价？林州看着这些沙雕网友的回复，觉得很有道理，尤其是最后一条，简直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剧本。开医馆太麻烦，我这高人身份就守着这小店，等着有缘人上门求药，岂不是更有格调？此时林州的思路前所未有的清晰，卖泡面是满足口腹之欲，赚的是小钱；卖梅菜扣肉是提升生活品质，赚的是大钱。那接下来呢？要想赚真正的泼天富贵，就得卖那些有钱都买不到的东西，比如命。第二天，林州揣着剩下的钱，先是去了一趟补丸市场，买了一个青花小药瓶，光是这瓶子就花了他小1万。高人卖的仙丹，包装必须得到位，不然人家还以为是街边卖的假药呢。然后他直奔市里最大的药房，一口气买了好几盒速效救心丸。回到店里，他把药丸倒进那个青花小药瓶里，数了数，正好装了30颗。梅菜扣肉换10两黄金，这一瓶仙丹这么着也得换作金山吧。接下来的几天，林州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白天关门睡觉，到了晚上，他就坐在柜台前静静的等待。王富商没有再来，那个使剑的年轻人也没有再出现，小店安静的仿佛真的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铺子。林州也不急，他知道王富商那种人精必然会把他这里的消息当成一个天大的秘密捂着，只会透露给那些他想拉拢或者巴结的层次更高的人。他要等的是一条真正的大鱼。这天晚上又是将近午夜，林州正有些昏昏欲睡时，那扇木门被扣响了。林州精神一振，坐直了身体，他没有出声，只是静静的等着。门被从外面推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在2个家丁的搀扶下站在门口。他虽然老态龙钟，需要人搀扶，但一双眼睛却透着一股久居上位的威严。我操，这条鱼有点超乎想象的大啊！看这气场，怕不是个王爷。老者走到桌前，对着林州微微拱了拱手。老朽魏征，听闻先生此处有仙缘，冒昧来访，还望先生勿怪。魏征？哪个魏征？唐朝那个能把李世民对得下不来台的魏征？不对，看这穿着打扮，更像是明清时期的风格。管他哪个魏征，反正是个国公级别的大佬就对了。镇定，必须镇定，我可是世外高人。缘分2字本就来去无踪，既是来了，便是有缘，请坐。先生风采果然与王掌柜所言一般，超凡脱俗。老朽此来不为那果腹的鲜食，只为求一分活命的指望。他说着，胸口剧烈的起伏起来，脸色也泛起一阵不正常的潮红。哦，人活70古来稀，老朽今
年70有2，本该是知天命的年纪，奈何这心口像是揣了只兔子，时不时就乱跳一通，跳得急了，便眼前发黑，气都喘不上来，便请天下名医，都说是心急，乃不治之症，只能汤药温养，听天由命。他话还没说完，突然脸色大变，捂着胸口，呼吸也变得急促而困难。他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身体软软的朝桌子底下倒去。我操，剧本不是这么写的，怎么还当场发病了？别他妈死我店里啊！碰瓷也不是这么碰的。林州几乎是下意识的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一个箭步冲过去扶住快要滑到地上的魏国公。林州来不及多想，一手扶着他，另一只手飞快的从怀里掏出那个青花小药瓶，倒出2颗褐色的药丸，想也不想就往魏国公嘴里塞。张嘴！他低喝一声，也顾不上什么高人风范了，捏着老者的下巴，强行把药丸塞了进去。国公爷，您怎么了？别进来！开玩笑，让他们看到自己这个仙人手忙脚乱救人的样子，以后还怎么混？也就是10几秒的功夫，原本还在剧烈抽搐的魏国公身体慢慢缓和下来，他急促的呼吸变得平稳，脸上那骇人的青紫色也渐渐褪去，恢复了一丝血色。他缓缓睁开眼睛，眼神里满是劫后余生的惊恐和难以置信。我这是从鬼门关走了一遭。他能清楚地感觉到一股温润的药力从舌下迅速化开，像一股暖流，瞬间涌入心脉，原本堵塞憋闷的胸口一下子变得通畅无比。先生，此乃救命之恩啊！林州松了口气，把老者扶正坐好，脸上又恢复了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妈的，吓死我了，差点就要打120了。不对，这里打不了120，小事一桩，不必挂齿。魏国公站起身，不顾身体的虚弱，对着林州就要行跪拜大礼。林州手一抬拖住了他，说了小事。魏国公拜不下去，心中更是震撼，对林州的神仙身份再无半分怀疑。他从袖中摸出一块令牌，又拿出一块价值连城的玉佩，挥到林州面前。先生再生之恩，老朽无以为报，这点俗物不成敬意。日后先生但有差遣，我魏国公府上下万死不辞。林州瞥了一眼那令牌和玉佩，没去碰。金银财宝他现在不缺，这老头的人情才是真正值钱的东西，但他不能表现得太功利。考验演技的时候到了，缘分已到，药也吃了，东西你拿回去。先生，您若不收，老朽于心不安呐。林州沉吟片刻，似乎在为什么事情为难。他想起了前几天母亲在电话里念叨，说外公80大寿快到了，家里正愁该送什么寿礼。一个念头在他心里浮现。也罢，钱财乃身外之物，我这里不需要。不过我有一位长辈，今日恰逢寿辰，我这做晚辈的正愁不知该为何寿礼。先生请讲，无论何物，老朽定为先生寻来。听闻当朝大书法家董其昌的字笔走龙蛇，颇有神韵，若能得他一幅祝寿的字，想必长辈会很欢喜。董玄载，他不过是礼部的一个侍郎，前日还来我府上求我办事。先生放心，莫说一幅字，便是让他给老太公写一篇寿序，那也是他的福分。他收回玉佩，却把那块令牌留在了桌上，令牌上面刻着一个龙飞凤舞的魏字。先生，3日之后，老朽必将董玄载的亲笔墨宝奉上，此令牌还请先生收下，日后在京城持此令牌，可直入我魏国公府，但凡有事，府中上下莫敢不从。说完，他对着林州深深一揖，这才拄着拐杖转身离去。那背影比来时不知硬朗多少。董其昌的真迹还是指定内容私人定制版的，怕不是要上拍卖会。3天后一个晚上，林州的小店门外停了一辆不起眼的青布马车，一个管家模样的人双手奉上长条形木盒。林先生，这是国公爷的一点心意，董大人的字已经备好，请您过目。林州接过木盒，入手沉重，悠悠木香沁入心脾。他点了点头，管家行礼后匆匆退下，仿佛多待1秒都是亵渎。林州关上店门，将木盒放桌上，深吸一口气，缓缓打开，盒内一卷画轴静静躺着。他小心翼翼展开，开篇松鹤延年4字龙飞凤舞，落款董其昌，盖着2枚鲜红印鉴，字迹行云流水，比例雄健。我操，这就是私人定制版的大师真迹吗？这质感，这气场，比博物馆里隔着玻璃看的那些牛逼多了。外公80大寿定在周末晚上，地点是本市老牌5星级酒店富丽华。林州母亲李晴一早就打了好几个电话叮嘱：周周啊，你晚上早点到啊，别又迟到，衣服穿得干净点，别穿你店里那身油腻腻的衬衫，见到亲戚们嘴甜一点。你大舅二舅问你工作，就说挺好的，别跟人犟。妈，知道了，我保证今天给您长脸。我不要你长脸，妈就希望你平平安安的，找个正经工作，别守着那个破店了。挂了电话，林州看着镜中穿阿玛尼西装的自己，手腕上纵横4海蓝盘折射沉稳光芒。他开着租来的奥迪8平稳驶向酒店。牡丹厅内人声鼎沸，林州的大舅李建国、二舅李建军及家眷，一众亲戚围满大圆桌。林州推门而入，喧闹声短暂停顿，所有人视线聚焦于他。哟，这是林州，穿的人模狗样的，发财了。林州，你那小店拆迁了，这身衣服是货吧？仿的还挺像，在哪买的？回头给我也整个链接。李明川一身潮牌，自觉高人一等。李琴脸上挂不住，连忙起身拉林州到身边。瞎说什么呢？周周，快坐。二舅李建军喝口酒，放下杯子，以长辈口吻开口：林州啊，不是二舅说你毕业多久了？老大不小还守着没名堂的小吃店，能有什么出息？你看你哥李明都是部门主管了，上个月刚提奥迪 A6，人啊不能总在原地踏步。就是啊，年轻人要有闯劲。小秦，你也该好好管管
你儿子。李琴脸一阵红一阵白，尴尬不已。经典场面复刻，就是演员换了一批，不过这演技比周强那帮同学可差远了，太刻意。林州拿起筷子夹菜，慢悠悠吃着，仿佛周遭嘈杂与他无关。很快到送寿礼环节，大舅李建国送一尊纯金寿桃板剑，金光闪闪；二舅李建军送一套顶级进口按摩椅，表哥李明封了8万8现金红包。哎呀，李明真是出息了，这红包太实在了，老爷子有福气啊！吹捧声此起彼伏，李明和父母笑开了花，得意瞥向林州母子。李琴头垂得更低了。终于轮到林州，他站起身，拿出长条形木盒。周周，你这是？外公，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也没准备什么特别的，就是一幅字，给您挂在书房解解闷。我当是什么呢？搞了半天是一幅破字画。林州，你这从哪个地摊淘来的？花了100还是200？哎呦，现在的小年轻就喜欢搞虚头巴脑的，送字画能当饭吃还是当钱花？不如你哥红包实在。外公，我给您展开。外公点头。林州和李晴一人一边，缓缓在桌面展开画中。松鹤延年4字如蛟龙出海，古朴苍劲气息扑面而来。哟，还董其昌呢？林州，你是不是被人骗了？董其昌真记得上拍卖会，你这糊弄鬼呢？就是骗子就喜欢拿名人字画骗人，尤其是骗你们这种不懂装懂的。小琴啊，你儿子这钱花得太冤枉了。李琴脸白了。这时，外公身边的老者张文博突然站起，他是外公老棋友，本是知名文物鉴定专家，常上电视。他快步走到桌前，眼睛几乎贴到画上，表情从随意变到震惊，最后是朝圣般的激动。这纸是明末的玉版宣，错不了。这墨是徽州老户开文，看这墨色层次，入纸3分。还有这印泥是漳州8宝印泥，一看这朱砂颜色，扯而不服。张文博声音发抖，抬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林州。小伙子，这幅字你从哪里得来？张伯伯，您是不是看错了？就他能搞到真迹？你懂个屁！给我闭嘴！董其昌晚年的字已脱离早年秀丽，追求生拙之趣。你们看这个松字，笔画看似随意，实则力道千钧。还有鹤字点睛之笔，神韵活现，这绝对是董玄在亲笔真迹，还是晚年巅峰之作。张文博深吸一口气，平复心情，看着林州语气郑重。小伙子，5年前加的春拍，一幅董其昌行书善念，拍了1200万。你这幅是祝寿中堂大轴，品相完美，寓意极好，其价值不可估量，8000万，我出8000万，你把这幅字让给我，不，我给你凑1个亿，你卖给我，我马上让助理转账。包厢内瞬间炸锅，众人震惊。李明酒杯掉地上摔碎，王芳脸色变幻，李建国手里的金寿桃显得俗不可。张伯伯，您是行家，不过这幅字是我送外公的寿礼，代表晚辈心意，所以不卖。不卖2字轻描淡写，却比1亿报价更震撼。外公反应过来，拍着林州肩膀，眼眶泛红。好小子，外公的好孙子。李琴捂嘴流泪，激动又骄傲。哎呀，我就说林州这孩子从小有出息。是啊，周周这气质，一看就是干大事的，跟我们家李明那浮夸样不一样。周哥，坐我这边，我给你倒酒。林州没理会簇拥，扶着外公轻声说：“外公，您喜欢就好。”原本的家庭聚会，硬生生变成了林州的个人吹捧大会。大舅、二舅轮番上阵敬酒，言辞恳切，就差把求带2个字写在脸上。表哥李明更是化身贴身小厮，端茶倒水，夹菜包虾，殷勤的让人起鸡皮疙瘩。他越是淡然，亲戚们心里就越是没底，反倒觉得他高不可攀。饭局终于结束，林州扶着外公，李琴小心翼翼地捧着装着天价字画的木盒，一家3口准备离开。周周啊，留个电话，以后常联系。周哥，我送你们，我开车来的。我开车了。说完，林州按了一下车钥匙，不远处停在酒店门口最显眼位置的黑色奥迪车灯闪了2下。李明和王芳的脚步瞬间僵在原地，看着林州扶着外公和李琴上了气场十足的豪车，两人面面相觑，脸上只剩灰白。车里，李琴抱着木盒，像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贝。他好几次欲言又止，终于还是开了口，声音里满是担忧。周周，你跟妈说实话，那幅字还有你这车，你到底哪来这么多钱？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林州开着车，他不能说实话，只能半真半假编造理由。妈，你忘了我那小店了？前段时间有个很厉害的收藏家路过，看上了我爷爷留下的一件老东西，就是祖上传下来的，给了我一笔钱。这幅字也是他帮忙牵线买的，没花那么多钱。那个张伯伯估价有点虚高了。这个解释漏洞百出，但沉浸在喜悦和骄傲中的李晴已然满足。林州关上门，脱下价值不菲的西装，换上舒服的衣服，往椅子上一瘫，长长吐出一口气。一颗速效救心丸换来了魏国公的救命之恩，换来了一幅董其昌的真迹，这笔买卖赚翻了。速效救心丸的威力他已见识，现代随处可见的药物，在那个世界就是起死回生的仙丹。林州的心思活泛起来，既然药品可以，那其他东西呢？他摸出手机，在购物软件上搜索青霉素，不行，需要注射，技术门槛太高。阿司匹林可以有，解热镇痛，古代风寒感冒一吃就好。云南白药更是神器，金疮药的终极升级版。他越想越兴奋，思路彻底打开。卖吃的赚的是富商的钱，卖药赚的是权贵的命，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